嗨，大家好，我是 Akira， 欢迎收看 ACS Motor Talk。这次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 KTM 为什么总是会熄火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呢，也困扰了 KTM 的车主非常久。那一般外面人来看 KTM 也会觉得说，好奇怪哦，现在我们看到的车子已经很少会熄火了吧，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唯独 KTM 这个车子，它却非常容易遇到熄火问题？到底是它的车子做不好？还是有什么原因导致它就算更新到如此的情况，也仍然会遇到这个状况？今天就让我们来带大家揭秘。首先让我们来聊聊引擎熄火这件事情。说真的，其实在我记得应该20几年前。那时候的引擎熄火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哦，真的是家常便饭哦。因为当初在那个化油器的时代啊，那我们很多车子只要你那个油器的调整不对，甚至是下雨天就会有遇到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当时那个比赛最多的 NSR 很多人就会改那个王牌化油器上去。那改完化之后呢，它都有一个状况，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它很难发，它的那个油器的比例就很难调对。所以用王化的车子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常常到下雨天，你就看他要发很久，一直发这样。所以在那个时代，其实对我们来说，车辆的熄火啊这些东西都很正常的。然后到了喷射时代，就比较没有这个状况了嘛，是因为喷射它可以去精准的控制我到底要打多少的油上去，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不是任由那个化油器它自己用物理方式自然的把油吸过去的状态。所以首先让我们来了解。老式的车辆使用化油器的车辆，他们就比较会容易有遇到熄火的问题。那新式的喷射基本上就不会遇到了。但是唯独有一个车厂非常的特别，就是 KTM。KTM 从我记得从它一进来的时候，当然啦，KTM 的发展非常的早期，那更早期台湾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先忽略掉了。我们去说在台湾进来的时候，大概是在2011年左右吧。对，从那时候开始进来到现在，那当时的 KTM 就一直会遇到熄火的问题。然后过了这么多代的变革也，算一算也大概15年了吧。对，在台湾15年了，理论上车子改变得非常大，但是到现在最新的 KTM 仍然会遇到熄火。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时候就让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讲讲。那刚才前面有说到了，第一件事，首先通常会遇到熄火的都是老式的化油车。那其实我今天真的要讲的是第二个关键，第二种会容易遇到熄火的，反而是高性能的工厂赛车。各位请不要怀疑，不是说因为我骑 KTM 哇，我就要把它讲得很厉害，很厉害很屌什么的。应该说我自己本身我有骑过不少的工厂赛车，我本身就已经拥有3台的工厂赛车，是我平常在练习用的。所以严格来说，以工厂赛车的经验来讲，我算是 OK 的，对，我算是足够。我骑过够多的工厂赛车，我也知道他们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方式。那在 KTM 的这件事情上面，我刚好比对到工厂赛事上面也发现到了一样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有跟很多人解释过了。对啊，因为其实这个答案我已经解释很久了。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不晓得，包括以前我们在直播也有讲嘛，但是可能在直播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长，大家就比较难去听到这个答案，所以这次我们特别来拿出来跟大家讲一下，在工厂赛车它为什么会有熄火问题？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延续到 KTM 上面？首先就让我们来聊聊工厂赛车，它在发动的时候，假如今天你眼前有一台车子，就是我不跟你讲它是什么车，你怎么去判断它是一台工厂赛车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式，转速。各位有印象吗？你们试想想看一下，我们一般的车子发动的时候，它就是一发噗噗呜，就这样子。但是当你眼前有个工厂赛车，通常它发动起来的时候，我相信有见过的人，他们的经验都会很应该讲印象都会很深刻。一发起来的时候，它的车最大特色就是转速一直在上面，一发这样，尤其是F1 啊，尤其是那个不管是 MotoGP 还是什么，反正只要这种工厂型的赛车，它一发动转速都直接拉很高。那当然有人讲那是热车，对，当然是热车啦，但是热完之后它下来时，它的转速也是一样比较高的。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这个会关联到后面的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工厂赛车它在发动的时候它的转速都会比较偏高呢？
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其实我相信听到这各位想也知道了吧？答案就是因为转速低的话，它会熄火。对，不要怀疑，工厂赛车当你把它的转速调到跟市售车一样低的时候，它会直接在你面前熄火，甚至你不用调低，甚至通常冷车的时候，我们自己在骑车，工厂赛车冷车的时候，你一发起来，你只要一不小心，哇，一进档，空，立刻熄火了。甚至有时候没进档，它发一发也会自己熄火。只是在冷车的时候，在工厂赛事上面，这都是很正常发生的现象。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现象呢？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高压缩比。所有的工厂赛车性能车款都有一个特色，我们通常看一台车，它的引擎设计到底是要走耐用取向啊、休闲取向，还是要性能取向？通常最明显的一个东西，不是看那个什么引擎多大颗啊、排气量多少，都不是。我们只看一个东西，叫做压缩比。通常只要压缩比低的车子，他们几乎全部都是用通勤类的啊，然后耐用型的啊这一类型的等等的，然后还有就是耐用型大概就这些吧。对，反正就是只要是那个低压缩比的都是比较耐用的车子，然后比较高压缩比的车子呢，它的性能都会比较高，因为你压缩的多，它爆发时推出来的力量也就比较高。所以通常高压缩比的车子，它们都会是性能的车辆，不管你是看那些仿赛车啊，或者是性能的越野车啊、滑胎车啊那些，只要是性能车辆，它的引擎的压缩比一定是高。这个是绝对的方式。那唯有高压缩比，当它在压下去爆炸出来的那一刻，它才能够炸出更多的扭力跟马力。所以工厂赛车他们的压缩比都是非常高的。那讲到这边，可能有些人会没有什么印象，就是压缩比到底多高多低呢？我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通常市售车一般你们看到的车辆压缩比通常大概在 9.7 左右，像我的 Nikita 300是 9.7， 然后大概在10以下都是非常通勤用的车子，然后大概10以上到11，它就是算是中等的车辆。那通常11以上呢，已经算是高压缩比了。理论上11以上，通常你的油至少都要加95到98，所以它的车子因为高辛烷值再加上高压缩比，它爆发出来的力量自然就会比较大一点。那所以通常市售车你所看到几乎都是11点多甚至 11.7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压缩比。但是这里要跟各位说一件事情哦， KTM 的压缩比通常在多少呢？以前大概就是在 11.7 左右，对，300系390系列的，然后在690系列大概到 12.6，甚至到那个1290是 13.1， 而工厂赛车是多少呢？通常也就大概从 13.1 开始起跳。所以各位可以大概理解了吧，就是压缩比这件事情，它越高的时候它的性能就会越高。那接下来就是现在的 KTM 390新的已经到了 12.6，那各位 12.6 可能一些人没有感觉，但是我要说的是哦，各位请不要忘记哦， 12.6 压缩比已经是超越所有市售车的压缩比了。那以前这个压缩比只有用在690以上，那当初用在690以上的，现在直接下放到390，也会造成就是我所说的熄火的问题。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过690我们以前，因为我以前也骑690的有没有发现690其实它的熄火问题没有390那么多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排气量的大小。因为当排气量越大的时候，它本身的那个活塞就大嘛，活塞大颗、连杆大颗、曲轴大颗，整颗引擎就大颗，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它的惯性非常大。所以在高惯性的引擎活塞在做动的时候，当你一推动它的那一刻，它就有很大的惯性可以持续运作。所以就算当初690是高压缩比，你上去爆炸下来时，它有足够的惯性让它回转一圈再回到最高点，超过然后再重新爆炸这样。但是当它到390下面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它排气量整个全部缩小，所以原本做动的这个活塞啊、连杆啊、曲轴啊，它全部都是变小量化。所以小量化它是压缩比虽然很高，但是它一开始爆炸下去的那一刻，到下面要上来时，它的惯性就损失的差不多了，所以就会很有可能当它还没到达上10点以前，它就已经没有这个动力让它继续去压缩这个气，然后就整个熄火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压缩比放在690上面没有事情，但是放到390上面，它就有可能会产生熄火的问题。这个就是现在的新390它会面临到的一个状况。
那基本上你要说面临到这个状况，人家可能会觉得说，怎么到这个年代还会熄火？但请不要忘记哦，新的390的压缩比旧的390也更高哦。所以这个时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我说新的引擎它的能力会比旧的更高的原因，因为他们直接把原本690上面的技术下放到390，重新设计了这一颗紧凑的引擎，然后再做出了这个390。所以这个390基本来以市售车来讲，它几乎已经就是工厂赛车的性能。当然我不会说全工厂赛车，因为有些人可能就开始赞嘛，胡说八道，工厂赛车比较猛啊。是抱歉，我没有要非黑即白，我只是说相对市售来讲，它的性能已经是偏很高的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高压缩比再加上它性能，就是会面临到熄火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让大家了解的一件事情。好，当问题来了，就是这个高压缩比不对啊。我想一想，不管是 BMW 的 SRR， 或者是那些其他那个仿赛车 CBR1000 啊，然后等等 Kawasaki 的那一些，他们的压缩比也很高啊。但为什么那些车都不会熄火呢？其实也会的，各位，就是你只要应该讲，你只要去看他们那些比赛车，是会有可能熄火的。那不熄火的比赛车都有一个特性，想起来了吗？我前面有讲过的。一发动那个转速嗡上去，知道了吧？所以其实关键就是在这种性能的车辆，他们在发动时为了维持它不要熄火，他们就必须把转速整个设定成调高。但问题来了，今天这一台390是市售车就是很多会买这个车的人，他并没有工厂赛车的概念，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想说我就买了一台感觉甚至很多买 KTM 是因为它的颜色跟设计觉得很帅很特别，那对于这种性能并没有很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每个人一发车一按下去，哇，那个转速飙起来，我说真的10个9个全部骂到完了，就讲干这车烂死了。你看很简单嘛，因为哈特佛的车辆它也是一样，它在发动的时候它也是拉高去让它做热车啊，以及等等的一些操控，但是骑的人就怎样，就觉得说转速一直拉高下不来，这车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KTM 面临到一个难题，它要么它就是跟工厂赛车一样，一发动把整个转速拉很高，但是拉很高反而对人们的印象感觉会更差，所以它不得已它就必须要把它的转速拉下来，然后精准的控制那个油门，让它喷出去的油刚好能够运转，但是又没有喷过多。所以有没有发现那一件事情， KTM 的车子它虽然是性能车，但是当你要省油的时候，其实它的油耗也是算不敢说超级省，但是相对引擎性能来说，它已经算是省油的咯。为什么？这是他们在喷油这一块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顾及市售的省油，你要顾及性能，那当然就会面临冷车熄火的问题。这个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在这种高压缩比引擎，你不要它熄火，你就是要把转速拉高。这个是应该说这是绝对的物理定律啦，这样子。那所以在这里讲起来，就让大家知道啦，390它真正来说，它其实是为了维持它的性能上面所做的这个牺牲，就变成它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选项。因为你除非不要有它的性能，你就把整个压缩比做低，那绝对没问题。就像那个 Honda 的 CF 系列，它的 CF 系列压缩比超低啊，加92就可以了。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要性能啊，他们要的是耐用。所以在KTM 上面，他要的是性能。KTM 这个公司，他们每个人都是应该讲都是玩车的对，都玩很凶的。所以这做一台车，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做一个 ready to race 的车，我不是要做一个养老车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热车上面就只能尽量去维持这个转速，不要让它拉太高，但是要让它继续做。但这种情况又很容易可能会面临到熄火。对，所以各位知道了吗？你的 KTM 很多人就讲说我可能要发2次发3次它才会持续稳定的运作。对，不要怀疑，你的 KTM 就是这样。所以接下来请不要再靠北你的 KTM 了。对，请不要再怪它了，你就请好好的去使用它吧。因为你的重点是今天这台车你是要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才能够好好的去使用它。那这时候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哦，KTM 最重要第一件事情，热车。各位请千万记得，我已经讲了无数次了， KTM 的车是绝对需要热车的，因为它的那个气门的供油道比你的头发还细，
那当冷车的时候，油都还没办法流过去时，那就开始拉转。那它气门就润滑不够，它就很容易磨损，之后大家就开始怪车子烂，引擎烂。所以我都讲了很多次了，其实很多人我们看他骑 KTM 的那个习惯都是很差的，就冷车他在那边啵两下一出发就开始哇一直拼命的拉转，这个在 KTM 上面是非常忌讳的。所以各位请记住，骑 KTM 的人，甚至我应该这样讲，骑工厂赛车的人，请确实热车。我们在工厂赛车冷车的时候，也绝对不会乱拉转乱冲，这样子车子也会坏很快。所以各位知道了吗？其实你在骑 KTM， 你要保护这台车，你要让它跟你可以活得很久的话，你是要有工厂赛车的概念的，你不能用那种市售车速可达，一发动就拉船直接冲出去，是不能这样子用的，车子会很容易坏掉。所以大家知道了齁，你真正要把 KTM 骑得好，你是要有一个 know how 的人，你脑袋要有这个知道这个，所以不要只是光怪车子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人们自己他不知道要怎么去骑好这台车，不知道要怎么去操作它，所以才会发生这个的问题。那这就有一个关键来了，除了热车以外， KTM 的车子有没有常常听到人家说我感觉蛮难骑的耶，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车要么就是很冲啊，然后要么引擎刹车很重啊，然后要么操作的时候就是那顿挫感啊、震动啊，这些东西都很大啊，对不对？那当然这个也造成了 KTM 在台湾啊，就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要怎么去操作它，就没办法把它骑好来的状态。其实这个有一个关键，通常你看 KTM 骑得好的人，他真正都有在练工厂赛车。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带到一个关键点来了？其实 KTM 的骑乘技巧是什么？就是要用工厂赛车的方式下去骑它。至于要怎么用工厂赛车的方式下去骑它呢？这个我就放到会员频道再跟会员们细说了，这里先不多讲，就让大家知道一下，真正 KTM 你要操作它，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操作它，不能用一般日常车的方式去操作。好，那在接下来我们来讲讲新旧的 KTM 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就是其实新的 KTM 的熄火问题、震动问题这些相对旧的已经是好多了，甚至是震动问题是小非常多的。那当然旧版的 KTM 他们在整个控制上面呢，当初的工程师啦都非常的那个运动化，就是我觉得我这台车要性能要什么，但他忽略了其实市面上很多买这台车的人他们没有要这些东西。所以当初早期的 KTM 呢也有蛮多人诟病，觉得说感觉很漂亮啊，性能好，但一骑起来觉得超难骑。对，没错，请不要怀疑我补一句话各位千万记得，工厂赛车都不好骑，知道吗？不要说什么看它性能很猛，车很好骑啊，现在每个就干到张雪就高潮嘛，对不对？但其实我说真正的工厂赛车都很难骑，所以请记住了，这个是工厂赛车的特色。那 KTM 旧版的他们让它走向那个感觉，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骑也受不了，就直接卖车了。那新版的 KTM 它做了一个蛮大的改变，应该说它已经改了3-4次了啦，所以它这一次最新的这个改版呢，它把整个引擎的震动做低，然后把整个动力做顺，其实做顺也是做油图去控制它，让它整个顺起来，不会有以前那种突然间这样冲上来的感觉。所以新版的 KTM 基本上你在开油的时候，那个油门线性度是非常的高的，然后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在线性上面，它又能够让它继续发挥它的动力出来，这个我觉得是原厂工程师厉害的地方啦。但是当然你要说了，新版的 KTM 它性能就这样子嘛，其实我告诉各位了，新版 KTM 真正当你把它做解放的时候，它会更加的恐怖。但是建议大家，非常建议大家不要改车，拜托 KTM 不要改，因为它引擎本来就紧绷了，那你又不是专业的人，你下去随便把它的力量全部释放出来，代表一件事，各位知道吧？当引擎越紧绷，代表什么意思？性能跟寿命是成反比的，所以当你乱改你的车子，它的寿命会大幅的缩减。这个时候请不要再来怪 KTM 哦。对，所以我相信新版的 KTM 基本上它的动力跟它的顺畅度已经适合，已经可以让所有人开心的去玩了，你就不需要去动它，原厂的就可以了，这样子。那基本上这个就是 KTM 的状态咯，所以各位知道了吧？为什么你的 KTM 总是一熄火？不是因为它的引擎设计不佳，人家都已经跑 MotoGP、MAGP、S1GP 都是登上颁奖台的厂队了，那基本上不可能做不出这颗好引擎吧？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它在高性能引擎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妥协，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 KTM 为什么常常会熄火，不是因为它的设计不良，而是因为它非常接近厂车化。
那这一次就是这一期来讲 KTM 为什么会熄火的原因。各位喜欢的话，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然后下一次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吗？请在下面帮忙留言吧。那最后这里我也回答一下上次的那个主题，我们在讲到张雪儿机车下面的留言，非常的精彩。说真的，我吓了一跳，我真的吓了一跳，那个留言超多的，但是呢，有大多数都是在那个应该说什么打政治牌啊，开始讲中国台湾，不好意思，那个我就不管了啦。对，反正这种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嘛。但最主要人家有提到一些他车子的状况啊，那种基本上我得这么说。目前他们在比赛时第一场出来当然是非常的亮眼，但是在接下来之后呢，赛会通常都会继续在做下一步的限制，所以到时到底还能不能维持这样子的表现，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咯。所以这上次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子回答了，然后接下来就这样，就谢谢各位，我们就下次见，拜拜。